你以为自己是体贴，其实你在慢慢杀死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你就学会了看眼色、接情绪，把自己的需求压进最深的抽屉。久而久之，你以为这是美德，以为这是你这个人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忙着接住所有人的情绪碎片，那个撑着你脊梁的河，早就碎成了看不见的细沙，风一吹就散了。你把整个世界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这不是善良，这是一道直取的幻象，是过去某个时刻你为了被留下来而刻进骨头里的条件反射。它运行了几十年，你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灶台上的汤锅还冒着最后几缕白气，饭桌的喧嚣已经散尽，孩子跑去客厅了，丈夫的手机荧幕亮着，老人靠在椅背上打着饱嗝，慧芬站在桌边收碗，动作很轻，像一个有意不想被听见的人。她把桌上众人吃剩的菜一一拨进自己碗里，那块色泽发暗的鱼腹边肉，那根被挑剩的青菜梗，随后才拉过椅子坐下，安静地吃起来。就在这一刻，她的筷子划过碗底，陶瓷与竹木相磨，发出一声细而刮耳的轻响，不重，却穿透了所有笑声之后的空气。那个声音像一根针，精准地落进她耳道最深处。她的手顿了0点几秒，只有0点几秒，然后继续动。她以为没有人听见，甚至连自己都没有听见。但那个刮擦声在她脑腔里多停留了一拍，像一块石头被丢进一口从不起波澜的井。水面没有动，水底的淤泥却扰动了。她抬眼看了一圈，客厅的笑声还在，丈夫的手机还在发光，热气已经从锅里散尽。没有人转过头来，没有人侧耳。那一圈的环视，3秒不到，她又低下头，把碗里最后一口剩菜送进嘴里，细嚼咽下。窗外的天早已黑透，厨房的灯把她的影子压在地上，矮而沉。你有没有在某个吃饭的瞬间，突然感觉自己是一个服务生，而不是这张桌子的主人？那种感觉不是委屈，委屈是有声音的，那是一种更深的潮湿的消失感，像一块泡了太久水的木头，轮廓还在，内里已经开始服软。我们把这叫做体贴，叫做顾全大局，叫做家里有我在，大家都能好。我们用这些词把那个刮擦声盖住，盖得很严实，严实到我们自己也信了。但你知道吗？那个声音一直都在，它不消失，它只是等你一个人的时候才敢发出来。你以为牺牲是一种给予，其实它是一种直取的幻象。你执着地相信，只要自己足够隐形，就能换来那份被需要的安全感。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你还很小的夜晚，刻进你骨头里的一道古老的咒语。饭后，慧芬洗完碗，把抹布叠成3折，挂在水龙头旁，然后坐到餐椅上，没有打开手机。她就那样坐着，灯光打在空桌面上，油渍的残影在光线里隐约发亮。她想起今天买菜的时候，在那条鱼面前站了很久，鱼眼浑浊，价格不贵。她翻来覆去的看，最后没放进篮子。她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轻得像一片叶子落水，今天我想吃鱼。就那么一个念头，轻轻飘过，然后自己把它压下去了。鱼刺多，孩子不方便吃，老人牙口不好，算了。那个念头甚至还没有完整成型，就已经被他亲手掐灭。他没有意识到，那片落水的叶子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坐在椅子上，感觉背脊有一点酸，一点说不清来路的沉。那种沉不是累，是另一种重量，像所有那些被掐灭的念头，没有散，只是一层一层沉进他的身体里，压在他和椅面之间那道细小的缝隙里。他回忆了一下今晚的菜，够不够咸？孩子有没有吃饱？那碗汤最后没人喝完，是不是放了太多姜？他检查所有人，检查每一道菜，
唯独没有检查那个筷子刮过空碗的瞬间，那道细响，那轻轻一顿，那个没有人转过头来的3秒钟。你听，有一种寂静比哭声更难收拾。有一座寒潭，水面清澈，月亮落下来，映得整池生辉。岸边的人都说，你看多亮。没有人往深处看，水底的淤泥在长久的缺氧里早已发黑。月亮不是不美，月亮只是忘了，它的光全部给了水面，水底从未被照见过一次。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光给出去，给孩子，给丈夫，给老人，给这张饭桌上每一个需要被喂饱的人。我们以为这是圆满，以为自己是那轮月，却不知道我们忙着发光，是因为不敢停下来，不敢看见水底那句从来没有被说出口的话。我不重要，那句话不是真相，但它在黑暗里待得太久，久到长出了根，久到我们自己也分不清，那到底是信念还是恐惧。这里的出口不再更用力地发光，出口在于第一次向自己的水底照一照。这张桌上所有人吃得心安理得，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当一个人的消失变得如此无声，身边的人便在不知不觉中生长出一种理所当然的从容。志明把那杯牛奶放在书桌边沿的时候，手是稳的，门缝里露出来的光细而白，走廊里还残留着儿子摔门后的震动，不是声音，是那种压力波纹，像石子入水之后，水面平静了，但水里的鱼还没有停止乱窜。他就站在门外，听着里面椅子腿拖过地板的声音，听着耳机线被扯出插孔时那一声轻微的噼啪。然后他敲了门，说了一句喝点热的，然后把门重新带上。他没有等儿子说谢谢。走廊很窄，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背对着那扇门，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拐角处，软塌塌地折了一个弯，消失。他想，孩子压力大，孩子只是在发泄，孩子不是真的这个意思。他用这3句话把刚才那句你好烦，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一层一层盖住，盖得很密实，密实的像在压一堆还没有吸透的炭，表面看上去已经灭了，但底下的热度还在。大约20分钟后，他路过那扇门，门缝里没有光了。他轻轻推开一道缝，看见那杯牛奶还放在原处，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奶皮，白得发灰，像某种安静死掉的东西。杯壁外侧冷凝的水珠也已经蒸干，只留下浅浅的水迹。他伸手碰了一下杯身，凉的，彻底的凉，不带任何一点他刚才从厨房带过来的温度。他把那杯牛奶端走了，没有发出声音。儿子已经睡着，耳机还挂在脖子上，脸埋在枕头里，呼吸很均匀。志明站在那个孩子睡着的脸旁边，手里端着那杯冷掉的牛奶，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往更深的地方沉了1寸。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件事，把一份善意精心地递出去，然后在对方的漠然里悄悄地替对方寻找借口？那个借口不是说出来的，它藏在算了孩子还小里，藏在他压力大我理解里，藏在你端走那杯冷牛奶时刻意放轻的脚步声里。我们以为这是包容，以为这是成熟，以为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母应该是不计代价不问回报的。但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你递出那杯牛奶究竟是为了他暖，还是为了你安？那份善意的底部有没有藏着一张无声的账单？如果他接了，如果他说谢了，如果他的眉头松开了，你是不是就能在那个晚上感觉自己没有亏欠他什么？那杯牛奶是爱还是赎金？志明把牛奶倒进了水槽，看着那层奶皮随着水流缓慢地转圈，破裂，消失进排水口。他站在厨房的灯光下，脑子里开始走那条他走过无数次的老路。是不是自己陪他的时间不够？
是不是小时候某次没去接他放学，在他心里落下了什么？是不是那次搬家让他换了学校？是不是那年加班没能看他的话剧演出？是不是？那些是不是像一串没有尽头的念珠，在他的胸腔里转啊转，每一颗都是他亲手磨出来的罪证，每一颗都在替他宣判。孩子今天的每一份痛苦，都是对他没有做好的地方开出的罚单。他越转越深，越转越沉，这才是真正的重量。不是儿子的那句话，而是他听见那句话之后，立刻把所有的尖锐全部揽进自己身体里的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太熟练了，熟练的像一块肌肉记忆，像他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练就的本能。孩子的伤变成他的罪，孩子的爆裂变成他该用温柔去抵消的亏欠。于是那杯牛奶就端出去了，端着他的愧疚，端着他的恐惧，端着他对这段关系最深的祈求。你能不能还觉得我是个好父亲？有一片枯叶挂在枝头不肯落下，风来了，他以为自己在飞；树弯腰了，他以为自己在守护。但他不知道，他之所以没有落，不是因为他强壮，而是因为他攥得太紧，攥紧那根他以为能救他的枝，攥紧那个他以为只要撑住就不会失去的位置。慈悲若无金刚面目，便是纵容魔障。一个孩子学会羞辱你的善意，不是因为他天生残忍，而是因为你的善意从未让他感受到他真实的重量。你永远在递出，永远在退让，永远在把他的刀接近自己的掌心，然后说没事。于是他渐渐相信你是可以被这样对待的。爱不是无限的宽容，爱有时候是让对方清晰地感受到某一扇门是关着的。那枚枯叶要学的不是如何抓得更紧，而是第一次松开手，然后落下去，看看地面是不是真的比他想象中更能承接他的重量。志明站在水槽前，看着排水口最后一丝白色消失，抬起头，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灯光从背后打来，五官模糊，像一个他认识了很多年却从未真正看清过的人。他意识到那场表演他已经演了很久，舞台搭得很大，道具备得很齐，而那个儿子从来就没有坐在台下的位置上替他鼓过一次掌。志明那双手在流进最后一丝奶白色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那面窗玻璃映出来的那张脸，他盯着看了很久，久到那一块寂静变得像块压在胸口的老石头。他知道这一次他要去的不是儿子的房间，他要去的地方更远，远在那些电话还没打来之前，远在那些抹布还没攥进手心之前。手机讯息在傍晚时分开始震动，密集的像夏末的蝉鸣。年底聚会，老地方，时间定了，志明来早一点，你知道的，你最细心。他看着那行字，手指悬在荧幕上方半秒，然后把手机扣在桌面上，没有回复。第二天他还是去了，桌上的碗筷散乱着，堂兄在讲一个他已经听了3年的笑话，堂嫂在催谁去拿面纸，两个小孩在椅子腿之间穿来穿去，而那条视线像每次一样，最终绕了一圈，停在了他的身上。志明，你来，你去，你帮一下。他站起来，走向厨房，拿起那块已经被水浸得泛黑的抹布，然后停住了。他低头看着那块抹布，不知道是谁把一把旧钥匙遗忘在台面上，锈迹从钥匙齿间漫出来，把那一圈台面都染成了深棕色，像一块9年的伤痕。他盯着那把钥匙，心里有什么东西悄悄地裂开了一道缝，不是愤怒，是更深处的透明的几乎无色的那种疼。他认得这把钥匙，他认得这条锈迹，认得这块抹布在他手心里的重量，认得那条从来没有人质疑过的路线。聚会开始，他站起来，抹布拿起来，
所有人继续说笑。他把那块抹布放下了，然后他走回座位，坐下去。椅子腿碰地的那一声嘟，清脆短促，在他自己耳朵里震得很响，像是一把什么东西被轻轻拍醒。他没有说话，他把那把生锈的旧钥匙从台面上拾起来，攥在手心里，感受到那些锈迹凹凸的纹路咬进掌纹，然后他把它重重地拍在桌上。那一声顿响，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没有用自己的付出去补上别人的空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把钥匙？不是真实的那种，是那种你以为只要一直持有它，就能守住某段关系、某份认可、某个你在别人眼中的位置的东西。我们攥着它，攥了那么多年，攥出了茧，攥出了锈，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扇门是你想进的，还是你怕被关在外面才一直守着的？我们学会了把我来挂在嘴边，把没事藏在喉咙里，把所有不舒适都翻译成体贴，翻译成懂事，翻译成一种叫做有我在的永远在场。但那个在场是爱，还是恐慌穿了一件爱的外衣，悄悄站在那里等人来认领？拍下那把钥匙的瞬间，桌面的震动沿着木纹传过去，那一圈人停了一秒。志明没有解释那一秒，他就坐在那里，背是直的，视线是平的，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在胸腔里一下一下的把某种东西往外推。那个感觉很奇怪，不是轻盈，是更接近于一种沉落，像一块石头终于停止了悬浮，让地心引力带着它落进了本来就属于它的那块土地。他想起多少年来那些聚会里的黄昏，油烟散尽之后，厨房里他一个人刷碗的声音，水声里他以为自己是在付出，是在守护，是在用这种方式让这个家保持完整。但那个完整是谁的完整？那些碗是谁的心安？他心里有一片旧林子，占了太多棵替别人遮雨的树，遮着遮着，根开始烂了，树干开始空了，但还撑着，还撑着，以为撑住就是美德，以为不倒就是善良。你知道枯木是怎么倒的吗？不是一场大风把它刮倒的，是它内部最后的那点腥气，某个没有人注意到的清晨，悄悄散了。一口枯井舀不出清水，这不是比喻，是因果。你把自己掏空了，去喂别人的渴，最后你们两个都站在一口干涸的井边，望着井底，互相问对方，水呢？找回那个被你压着的声音，不是为了与谁为敌，而是因为你这个人，你这口井，你这棵树，本来就是这场雨的目的地，而不是送水的管道。成全自己，不是自私，是你能给出最真实的东西之前，唯一必须先做的事。这世上，没有人能从一个总在亏欠自己的人身上，学会好好善待你。志明把那把钥匙握在掌心，没有再放回桌上，也没有揣进口袋。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在停车场的水泥地上，脚步声很清晰，一下一下。他没有回头去看那栋亮着暖光的楼，只是在风里站了一会儿，感受到某种他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正在从他身体的正中央一寸一寸地重新生长出来。那一刻，世界没有崩塌，反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清冽与安宁。志明走到停车场的尽头，才发现自己手心里还握着那把钥匙。现在的你，也许是在沙发的某个角落，也许是厨房灯还亮着的地方，也许是刚刚关上了某个房间的门，站在走廊里，听见里面的声音渐渐沉下去。此刻的你，是不是也有一把这样的钥匙，攥了很多年，攥出了茧，攥出了锈，却一直没有问过自己，那扇门，你究竟是想进去，还是只是怕被留在外面？你不是不爱他们，你爱得很真很深，深到把自己的重量都借给了那份爱，只是那个爱的动作做了太久，
你忘了自己原来也是有重量的。众生皆苦，但你不必负责苦变众生。那双习惯性扶着别人的手可以撤回来了，不是因为你不再爱，是因为那双手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好好摸过自己酸痛的肩膀了。外面的世界再大，此刻都大不过你胸腔里那一口正在慢慢回来的呼吸。今晚你想对那个懂事了半辈子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道歉？或者你愿不愿意为自己做一件小小的偏心的事，不大的，就像买菜时把那条鱼放进篮子里，不解释，不征求，就那么轻轻地把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留下来。那个松开手的，停下来的，第一次看清自己手里攥着什么的瞬间，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来，不必写得完整，一句话也好，就像那声筷子刮过碗底的细响，不重，但它穿透了所有笑声之后的空气，落进了某个人最深的地方。订阅我的频道，一步见山，见自己。